感谢大家参加小女的回国宴，那同时也是小女与盛世集团冠总的订婚宴。有请我的女儿珊珊。干嘛？这次青青这次回国，就是为了和盛世集团的冠总订婚的。你们婚上首富段子，郑家珊珊不简单啊！欢迎回来，我的公主。佳颖，这不是，你不是，你是谁？她不是周珊珊。家燕，她是假的，我才是真的周珊珊。这怎么有2个周珊珊？家燕，家燕，我才是真的周珊珊，她就是个替身。我叫江婉，是周氏集团千金周珊珊的替身。只是，周珊珊，你以为我是你的替身，但其实你才是那个替身。周珊珊，这张脸确实漂亮，但仍然没有你原本的容貌来得惊艳。你为什么要忍受这样的痛苦，去换上一张别人的脸？值得吗？当然值得。我的小婉儿啊，有一个好心的家庭收养，明天就可以跟着新爸爸妈妈回家了。真的吗？但我不想离开院长妈妈，我想和你在一起。傻孩子，你的人生才刚开始，不应该被困在这里。但我不能离开院长妈妈。小鸟长大了呀，就会离开巢穴，飞上蓝天。我的小婉儿也要飞得高高的，去看更辽阔的世界。院长妈妈呢，就在这里一直守候着你，随时等着小婉儿回来看我，好不好？好不容易段公子答应说要娶你倒好，出去跟那些不三不四的鬼子，还搞大了肚子，堕胎堕的差点连命都没有。珊珊只是太善良了，所以才会被骗。现在孩子打掉了，等他身体养好了，照样会影响我们跟段家联姻的。你想的可真好，段家可是京都第一世家，人家定下的婚期是你说延期就能延期的吗？那医生也说了，珊珊术中大出血。你，珊珊，不好意思，
这里不是肿瘤内科304号房吗？对不起，是我走错楼层了。妹妹，你先等等。老子杀你妈！该死！这乡下丫头怎么养出一身比我还白的脸？王妈，拿刀在这个乡下丫头的肩胛骨上划上一个跟我一样的提心刀吧，这样才能对付不泄露。是。你这穷乡僻壤来的乡下丫头，能做我的替身，已经是几辈子血缘福分。不然就你这样的，这辈子都别想踏入我这个圈子。你要是演好了的话，我可以跟你合作，说不定还能拯救你这条路。王妈，我警告你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不许随便离开周家，不然要是出现了纰漏，搞砸了联姻，我会让你生不如死，明白吗？明白，明白，求求你。走吧，王妈。死算什么？20年来，孤儿院的火海与哀嚎时刻纠缠着我，我从未有过一刻安宁。周珊珊，我回来了。小贱人，给我老实点！别忘了，你只是一个见不得光的替身。不要妄想攀龙附凤，勾引家业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我亲手做的，希望你不会嫌弃。你怎么知道准备这些啊？我听伯母说你喜欢吃甜食，所以特地去学了一些。我还发现你好像胃总会不舒服，所以还准备了这养胃的药膳。我确实有胃病。但是这件事情我从未跟任何人提起过，连我助理都不知道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助理终归只是助理，而我是你的未婚妻。作为你未来的妻子，我当然应该比别人更关心你的健康和喜好。毕竟，我们才是要共度一生的人。我以为你只是把我当成一个合格的联姻对象。我们的开始确实是因为联姻，但就算是联姻，我也希望是能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。佳言，你能明白了吗？跟你订婚是我多方面考虑后的结果，但是我从未想过感情。我知道你很优秀，只是我没想到你能在这些生活的繁琐上面这么稳健，跟大家口中说的周珊珊不太一样，有点陌生。佳言面前的我，心里、眼里都只有你，当然跟大家口中说的不一样。我会努力回应你。快，尝尝看怎么样？恋爱补偿效应，人们总是更容易对喜欢自己的人产生好感。
也更容易对喜欢自己的人产生信赖感。去帮我查一查这个周珊珊，看她最近有没有学过什么药理或者厨艺。是。贱人！你明知道段家也是我的未婚夫，还敢勾引他！王妈，你这个小贱人松松筋骨！小姐今天非要叫他一个乖。是。不是的，周小姐，是您说的，段先生是您的未婚夫，所以他能给我点好脸色，是因为他把我当成了您，您又何必跟自己过意不去呢？算你识相，也就是你命好，能当我的替身，不然就你这样的，给家眼提鞋都不配。是段先生的电话，他现在正在车内等您。您看，是您去还是我去？混账！你明知道本小姐无法正常行走，还敢勾引她，你……周小姐，您快点决定吧，别让段先生等急了。滚！家燕。这是给我的。这个镯子是我第一次参加拍卖会时中标的料子做的，不算贵重，但对我意义非凡。你愿意戴上它吗？听说周珊珊最讨厌你，因为会碎，但是她的眼神却透露着喜欢。奇怪，这会不会太贵重了？不是你说的吗？即便找联姻对象，也要找一个自己喜欢的，相守一生。这个镯子就可以代表我的真心。当然，珊珊，你是周家的千金，肯定见过比这个镯子更贵、更好看的，看不上也正常。这是我见过最好的镯子，我很喜欢。家燕，谢谢。最好的，周珊珊，如果你说的是真话，那你是假的，还是周家的财富是假的？这小贱人不了啊！你还跟勾引壮公子你啊！贱人，你到底对家妍使用了什么妩媚手段？我没有。没有？那他为什么准备那么多东西？又是鲜花，又是气球，还有你手上的镯子。我跟他认识7天，他可从来没有这么对我温柔细心过。周小姐，我不过只是您的替身，段先生不知江晚，只知周珊珊。我做这些都是为了维护您和他的感情啊！还敢狡辩！王妈，给我打！王妈住手！妈，你把他打坏了，谁来帮你应付段队？妈，你怎么还向着一个外人呢？珊珊，等订婚宴以后，妈一定好好帮你料理他，绝对不让他爱你再忍忍。世豪哥，咱们的儿子考上了京都大学，这可是全国最顶尖的学府啊！哈哈，不错不错，你把儿子教得很好，我很满意。考上了京都大学有什么了不起？我们家珊珊啊，不仅要嫁给京都第一豪门段家公子段家衍，而且呀，还被京都大学聘请成为了教授。这什么硕士啊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哎呀，爸，这不是昨天才收到的聘书吗？还没来得及告诉你呢。哎呀，好好好，哎，我们珊珊真是又漂亮又聪慧啊！有你这么个好女儿，真是给爸爸长脸了啊！好，为了庆祝这好事连连，待会儿我们家人上好好庆祝庆祝。京都大学，哼，不可怜是老婊子，居然敢带着那个小喽啰上门挑衅我干妈！
周小姐，恭喜你成为京都大学的教授，以后我们就是同门了。你什么意思？其实我这次回国是受到了京都大学的邀请。你怎么可能会有京都大学的聘书？这居然是真的！不仅是真的，我还可以帮您入职京都大学。你想要什么？小姐，我的癌症已经是中晚期了，500万不够我用靶向药了。说白了，不就是要加钱吗？我最不缺的就是钱。但希望你能遵守你的诺言，不然哪怕你是京都大学的教授，在我周家面前，也不过是大一点的蝼蚁吧。你放心。珊珊，这周末有个慈善拍卖会，跟我一起出席吧。段先生，我们家小姐周末有事，恐怕不能参加您的邀请。哦，什么安排啊？她收到了京都大学的邀请，正准备应聘京都大学的教授。好，那你让她好好复习拍卖会的事情，我另有安排。江华，什么时候轮到你来做我的主？小姐，我这是在为您树立人设。比起千篇一律的豪门名媛，有头脑、有事业心的年轻女教授，不是更让人有占有欲？你敢讽刺我？不是贱丫头，你是什么身份？就算你是教授，你怎么样？还不是拿不出医药费的下等人？周小姐，你马上就会成为京都大学的教授，像您这样才貌双全的名媛世家，才是段先生最好的良配啊！我这样的人，就是您的踏脚石，将您高高捧起，才是我的命。你知道就好。京大的事，可要抓点紧，要是耽误了，害我出丑，非骂都不行。小姐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做好的。小姐，我的主治医生让我尽快用靶向药，说是第一针有优惠，只要3万。您看能不能？一点小钱算什么？赏你。谢谢周小姐，谢谢周小姐。什么才女教授？我看就是一条为了少数摇尾乞食的人。您见笑，走吧，我们。周末的慈善拍卖会，正好是个机会。这不是珊珊吗？今天穿的还挺知性的呀。我不是告诉过你吗？这种衣服啊，不适合你啊。虽然你好命被周家收养，但是你身上的这种小家子气呀，撑不起的。这个站住！谢谢跟你说话。就是周珊珊，你别以为你攀上了段公子的高枝就能飞上枝头。我告诉你，你做的这些恶丑勾当，咱们姐妹谁不知道？
真是让人大开眼界了。要是让公众知道林家的千金大小姐是这样一位把恶毒当教养、把祖父当魔药的人，一定会是精彩绝伦的社会话题。你敢？我们林家不会放过你的。林家可不止你一位千金。这不是全国心理研讨大会吗？受邀者可都是心理学行业的佼佼者，周珊珊她凭什么能进入这种地方？ Baby, I'm yours. Baby, I'm yours. Baby, I'm yours. 这个侧脸怎么如此熟悉？好像是珊珊。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著名心理咨询师多克特欧女士。哦，那个一直联系的神秘心理学大师，他回国了。对不起，先生，我们会考是包场邀请制，现在会议已经开始了，请谅解。这个人怎么像珊珊？去帮我查一下这个神秘的 Dr. O 医生，我要尽快查清楚他的真实身份。是段总。还有，这件事情在查清楚之前，我不希望走入任何风声。你放心。对了，最近让你查的周小姐的事情，查的怎么样了？段总，我们没有发现周小姐有学习过药理和料理的迹象，倒是发现了周小姐近期似乎在周氏集团旗下的私立医院入院手术过，目前应该正值恢复期。近期手术？能查出来是什么手术吗？有难度，周家似乎在掩盖些什么。珊珊，这场手术会是你近期判若两人的秘密，或是说，你真的是周珊珊？你怎么敢在酒店羞辱我的朋友们，让他们难堪？你知道林夕家他们家的权势有多大啊？我还以为他们是您的仇人呢。真正的朋友不是应该会为你两肋插刀吗？可是他们一直在嘲笑您，说您是靠手段上位的穷酸。闭嘴！你不过就是我的一个替身，什么时候轮到你来为我的事情指手画脚？怎么，你还想反了不成？不是的，周小姐，不是的。我是您的替身，还要替您出席参加活动。要是这脸上有了伤疤，外面的人看到了只会非议周先生与周夫人。打手，这手也不能，这手还要为您撰写京都教授的材料呢。你，周小姐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带你进入更好的圈层，带你认识全新的真我。我凭什么信？小姐，你看，你到时候就是名媛圈绝无仅有的教授，段先生的未婚妻，到时候就林小姐那种货色，给人提鞋都不会。说的也是，到底身份不一样，人妻也是没用。段总，这是关于 Dr. O 的监控画面，但是关于他在学术报告厅的监控画面，我们暂时还拿不到。这个人怎么那么像珊珊啊？我们还得到消息，这个慈善拍卖会后，画面当中的林夕小姐所在的林家，针对性的给周家制造了一些响应。喂，珊珊，你下午有时间吗？ 시린 겨울밤이 있었어 Stereo Stereo 네가 없이 난 이겨내는 게 버텨보는 게 살아가는 谢谢你。听说你最近要入职京都大学的教授，是心理学方面的吗？其实我一直都对心理学很感兴趣，好不容易这次有了机会，当然不想错过了。
佳言，你会支持我吗？听说心理学界有个非常神秘的人物，叫 Dr. O， 你认识他？ Dr. O， 你认识他？听说这位 Dr. O 要回国了，正好要入职京都大学的心理系。真的吗？能跟 Dr. O 一起共事，可是我的荣幸，就是不知道有没有机会能见到他。你不是想见 Dr. O 吗？当然想。Dr. O 可是心理学界神一般的存在，只是我觉得现在的我没有资格见他。珊珊，我觉得你最近不一样了，不管是从爱好还是行为，都跟从前截然不同。那可能是你现在才开始了解真正的我吧。这样的我，你不喜欢吗？那你觉得我应该喜欢什么样的？现在的我，正在为了能够配上这么优秀的你，努力提升，改变自己。你说，你会喜欢哪个我？上人无为，周珊珊她骗我，从根上就坏的人，换了一处土壤生长，就能长成笔直高大的梁玉女，不可能。婉儿与珊珊啊，都是非常乖巧优秀的孩子，您二位啊，凭着自己的心意选择就好。要不你就选婉儿吧，婉儿看起来就觉得特别亲切，跟咱们女儿啊有几分相似。那好吧，院长，我们先回家准备准备，明天再过来接他，应该方便吧？方便，方便。不可以，谁都不能抢走我的新爸爸和新妈妈。他们准备的洋娃娃和大房子都是我的，我的。婉儿，醒醒，我有好吃的给你分享。珊珊，嘘，小声些。我们悄悄去，不要让那些大孩子听见了。要不我们不吃了，回去吧。你回不去了。你也不过这个幸福生活。伪善虚假的幸福就像泡沫，不会一个个出口的。周珊珊，你做好为你的伪善付出代价。交完了，这里是我们之前说好的500万，只要你帮我成功通过考试，我是一定不会亏待你的。周小姐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尽力帮你拿到京都大学的聘请书。底层人就是底层人，当上了教授也改变不了这一身穷酸气。不过是点零花钱，却足够买下你这种底层人的命。怎么出现我吗？妈，我被京都大学录取了！哎呦，乖女儿啊！姜婉，我终于不要再被上当！我让你勾引家业，我让你勾引家业，勾引你，打死你！你是什么东西？你敢跟我争？周小姐，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，求求你饶了我！你不过就是一颗我用来应急的棋子，现在我的事情已经好，用不上你了。哎，珊珊，他
他那张脸是个祸患，我们得想想办法。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抽空前来参加今天的聚会。首先，让我们掌声欢迎我的宝贝女儿周珊珊。珊珊啊，已经正式被京都大学聘为教授。她不仅是我们的骄傲，更是大家的骄傲。她的成就是我们对教育和培养最好的证明。周小姐真是才华横溢，不仅聪明还漂亮。周家呀，可真有福气。虽然是个养女在身边，可是这个女儿啊格外出色，不但进了京都大学当教授，还上嫁到段家这样的豪门，老周真是命好。佳雅，深有思情。珊珊，难道你就是传说中的 Dr. O？ 但为什么要对我隐瞒？这就对了。周小姐啊，年纪轻轻就能在京都大学当教授，原来她就是闻名世界的多克特欧女士啊！没错，我就是 Dr. O。佳妍，你不会怪我没告诉你吧？如果你是 Dr. O， 你记得上次我跟你说过他要入职京都大学的事情吗？你还记得你当时说了什么吗？我说，你不记得了？我当然记得，只是我当时心里想的都是，对，佳妍，我当时心里想的都是你，所以有点忘了。不过我肯定能想起来的。没关系，随手一说的话，忘了就忘了。不过，如果你真的是 Dr. O， 那就太好了。我母亲已经失眠很多年了，你现在就跟我回去，我们帮帮她好不好？佳妍，能帮到伯母当然是我的荣幸，但是今天，你看，我们明天上门看伯母好不好？先拖过今天，明天就让江婉那个贱女人去段家丢人。也好，今天是你的庆功宴，确实是不适合。Doctor, I am the guest professor from Jingdo University who contacted you by email. We have an urgent academic report that you need to see by yourself. 珊珊，现在是你展示专业魅力的时候。周小姐真的说了，这样的说了挺热闹的吗？这个样子好慌张啊！难道是有冒牌货？为了攀附权贵，你夺我人生，如今你进退维谷，要么暴露自己不学无术，要么眼睁睁地看我将你取代。同样都是地狱，周珊珊，你要怎么选？在这个重要的时刻呢，有请我们的段嘉衍先生为我们的珊珊送上祝福，掌声响起。周小姐，你玩够了，该让位了。让位？江婉，你来这里干什么？告诉你，你不过就是一个拿钱办事的替身，你有什么资格让我让位？正是因为我是您的替身，所以才更不能让您在大庭广众之下丢人。I have accepted Kyoto University's invitation and can't wait to discuss academic ideas with you soon. It's my pleasure. 接下来由我和珊珊为大家带来一段舞蹈。死丫头，给我等着！
周珊珊，从现在开始，你真爱的家人，你倚仗的未婚夫，还有你最看重的周家千金的身份，我都会一一夺走。专注一点，我来当个路人。这么多人看着，就让他们看着。周珊珊，当个路人，怀疑到底谁才是那个真面目？Dr. O， 珊珊，你到底还有多少身份是准备给我惊喜的呀？虚名而已。怎么，段先生有压力了？当然，不过更让我好奇的是，珊珊，你这次出去是短途旅行，是怎么能做到在国外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考出这么大名堂的？我就是不想别人太在意我的身份，所以才一直以海外活动为主的。其实 Dr. O 是一个团队，除了我还有很多助理的，他们也都是 Dr. O 的一份子。你今天的专业程度跟宴会厅是完全不一样的，专业程度的展现还分地点啊。佳妍，你就别取笑我了。当时突然被人追着看报告，就跟上学的时候上自习课突然被老师点名答奥数题一样，难免会让人尴尬的。可是，既然你对我这么好奇，那不如从现在开始就更了解我一点。佳妍，你在这里等等我，我去换件衣服。我是不能见人吗？这样偷偷摸摸的，我觉得不好。你不觉得这样更刺激吗？小婉，你看，张小姐，段先生在门外，只能委屈一下你。要干什么，小婉？要干什么？佳妍，久等了。现在你可以随心所欲的探究我的秘密。不要我教你的。周珊珊，这是你自找的。你这个贱人，居然敢在我的床是我的男人！这是你的。今晚要不是我替你收场，你周大小姐不学无术的名声，明天就会传来人尽皆知。你该感谢我，吵死！不过就是个贱种，从孤儿院来的底层人，你别以为当了我几天的替身就能跻身上流社会了。就你这样，像你这样自诩高人一等的大小姐，不也守不住自己未婚夫的心吗？他爱我，他喜欢我，他护着我。换作是你，能守得住这桩联姻？贱人，你敢打我？打的就是你，周珊珊。我是孤儿院出来的底层人，但你又是什么？你又比我高贵的到哪里去？周家的养女。你怎么知道的？
我是谁？你还记得15年前的那个孤儿院吗？你在说什么？我不管你是哪里知道的，你还记得那个15年前被你一把火烧掉的孤儿院吗？你到底是谁？我是那个从火海中活下来的人，是那个你一直以为死去的人。最痛苦的不是坠入深渊的刹那，而是站在悬崖边缘，清醒地感受到折磨，却无处可逃，无法自救。周珊珊，这是我的宣战，准备好。小婉儿，你没死，你来找我干什么？你到底想要做什么？我想要干什么？周珊珊，周家夫妇当年选周宇的是我，你现在所拥有的锦衣玉食，你的未婚夫，疼爱你的父母，这一切本该都是我的。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！你就是一个不择手段的贼，偷别人的东西占了久，就以为是自己的了，是吗？你是故意的，就是为了报复我。没错，周珊珊，我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复仇而来。你以为你可以轻易的夺走我的一切，然后就逍遥法外？你这个疯子，你要想怎么样？我要你好好看着，看着我是怎么一点一点的夺走你所珍爱、所重视的一切。周珊珊，天不生我，是江晚他在勾引段家野。什么？珊珊啊，别气坏了身体，要是再伤到哪儿，妈妈会心疼死的啊！别去了，别去了。妈，今晚的婚宴上，今晚没有经过我的同意，就强行跟我换位置，用我的身份跟段家野跳舞，他这根本就是不把我和周家放眼里嘛！江晚，江晚，你越界了。别忘了，你只是一个替身，你不应该擅作主张，强行在宴会上取代周珊珊。我劝你立刻停止你那卑鄙下作的手段，不然周家可容不下。对不起，是我做错了。当时周小姐冒认 Dr. O 的博士身份，段先生当众求助周小姐为他母亲治疗，周小姐手足无措，我害怕失去段家眼的信任，才擅作主张的。对不起。如果周小姐和周夫人对我有什么意见的话，我们的合作也可以随时终止的。楚小山，你太冲动了啊！立刻给我向江小姐道歉！爸，你怎么能这样？他当着我的面就敢勾引段家眼，你怎么还帮他说话呀？老周，他那个在宴会上，珊珊也确实受委屈了呀，是吧？爸妈，我才是周家人，他只是个外人。我们周家可以没有这个女儿，但绝对不能没有和段家的联姻。爸，珊珊，你爸说的对，今天江晚确实帮了我们大忙。妈，连你也要护着他，为了段家眼，连我这女儿都不顾是吗？珊珊，珊珊。小姐，这珊珊呢从小骄纵，我会好好的教育她，你不要担心。我理解的。啊，对了，那个家爷那边还需要你多多费心，这个咱们钱的事儿，周家不会亏待你。我一定会尽心尽力的为周家和段家的联姻尽一份力的。真是一出精彩绝伦的好戏。周珊珊，
你看清楚了，在你所谓的家人眼中，你不过是一根用来连接周家与段家的纽带，有用则留，无用则弃。我这就是老毛病了，不管是看医生还是吃药都不管用。就家眼的孩子叫这儿。珊珊，你不用心理压力，你能看懂我，你心里就高兴。伯母，家眼这也是为了关心你，你就当全了咱们做小辈的心意嘛。辛苦你了。不行。伯母，现在闭上眼睛，先深深的吸一口气，再慢慢的呼出来。想象每一次呼吸，您的焦虑和头痛正在从身体中释放。随着每一次按压，想象那些紧张和疼痛都从身体中慢慢释放出去。您的身体越来越放松，呼吸越来越平稳。您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平静和安详。怎么样了？伯母已经入睡了。真的？我妈以为10点还没有睡得好觉。珊珊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。你先别急着谢我，这只是及时的效果。伯母的主要问题呢，还是因为更年期偏头痛和孤独感导致的长期焦虑。有什么办法能解决吗？首先，一定要给她一个安静舒适的环境，像一些商业社交活动能免就免了，避免一些过度的刺激。其次，你要多鼓励她做一些轻快的运动，像瑜伽呀，或者是散步，都可以缓解焦虑的。更重要的是，你作为她的家人，一定要多花时间好好陪伴她，让她感受到家庭的支持和温暖。这件事情怪我，这些年忙于工作，疏忽了对家人的关心。珊珊，这件事情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。若不是你，我都意识不到我。好啦，我们之间不需要这么疏离，这么礼貌。你是我选择的人，你的母亲自然也是我的家人了。此时此刻呀，我才觉得你真的是道可懂，专业、细心，对人性的把控和感情，的确是一个心理治疗师的专长。怎么？你不觉得我是 Dr. O 吗？还是说，是我之前表现太差了，才让你怀疑？你很优秀，只是这次太优秀了，不一样的优秀，有点出乎意料，就好像换了一个人一样。珊珊，你真的还是你吗？我不是我，那我是谁呢？家野，你在说什么胡话呢？你上次跟我说的问题，我已经找到了答案。珊珊，我喜欢你，不是因为联姻的关系，而是因为你就是你的存在，足以让我心动。家野，你怎么突然说这些？这是珊珊，我喜欢你，不仅仅出于联姻的责任，还有男人对女人的爱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不要这样，你只是我复仇骗局里的一个重要器材而已。珊珊，你相信我，我会用一生一世去守护，绝不是。不管你到底是谁，我
我只知道你对我的用心，以及此时此刻的欢喜是真实的。对不起，佳言，这场骗局里，可能唯一真的就是你对周珊珊的情感了吧？可惜，周珊珊是假的，你的桥终将错。这个不要脸的贱货！你休想夺走段嘉言，就算不要他，他也是我的，我的！珊，大半夜的拿个棒球棍干嘛呀？啊！救救我！叫我这个小贱人又去勾引段嘉言了。要是再不除掉他的话，我会活不成的，我会疯掉的。好，冷静点，冷静点。有什么事妈妈帮你啊，妈妈帮你。老实交代，你这个小骚货，到底是用了什么手段迷惑了段嘉言？真心，周珊珊，你还不明白，真正的感情不是光靠手段就能得来的。珊珊，江晚，给我闭嘴！你别忘了。你不过是靠着我的身份段嘉言。江晚，你不过是地里边的泥，段嘉言走过去都不会看两眼的玩意儿，你还敢教我女儿什么真心？你也配！你们瞧不上我，那你们周家又是多好的目的？没有真心，周珊珊又凭什么让段嘉言另眼相看的？你给我闭嘴！不就是在段嘉言那儿混了几个好脸色，你以为就能拿捏我爸，拿捏我们母女？不就是一个男人，你能做到的事，我也能做到。嘉言打电话，这次换我去。之前是我身子不好，才让这个小贱人得了机会。现在我好，也是时候该让这个替身退场。喂，小姐。嘉言，珊珊，天气冷，多穿点。不用，我不冷的。嘉言，我听说伯母她取消了今年下半年的商业活动，是真的吗？对，我劝了她好久，她才同意好好休息。啊，可是我们才宣布订婚，伯母这样做是不是太失礼了一点？别人会在背后非议我们吧？不是你说的让她好好休息，还是你觉得我母亲的身体不上燕子？我说的啊，嘉言，不是那个意思。我的意思是，伯母的健康当然重要，可是社交活动也是展现家族实力的重要平台。珊珊，我母亲的身体和愉悦比任何活动都重要。今天这些话我就当没听过。我希望你妻子比起利益来说，更应该关心的是我家人的身体健康。嘉言，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只是……今天晚上这顿饭我先不吃。嘉言，别这样，我没有冒犯伯母的意思。
家人，家人。喂，伯父，有件事情我想问问你。佳言，怎么了？你确定你只有一个女儿吗？当然，珊珊是独女。怎么，珊珊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？我让她向你赔罪。没有没有。周家到底在隐藏什么？2个周珊珊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爸，回来了。一个不小啊！你要做什么？你是要毁了我周家吗？你干什么呀？孩子还小。你知不知道，今天段家言打电话打我头上了？周珊珊，你到底做了什么，说了什么，竟然让段家言开始怀疑你的身份？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就是问他妈妈怎么突然放弃社交了，谁知道他那么敏感。你个蠢货！你还没加入段家，你就开始关心你未来婆婆。江婉呢？我不是交代你们这段时间跟家眼交往，让江婉去吗？他人呢？你们母女又背着我做了什么？江姐，我来啊，是替珊珊和她母亲向你真诚的道个歉。她母女没有坏心，只是心急则乱，希望你能体谅。周珊珊又做了什么事，需要我去收拾？珊珊的身体恢复的不是很好，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合作还能够继续下去。我们之间约定的款项，我已经派人打到你的卡上了。这笔款是作为我们周家对你的赔罪。那后续的款项呢，也会在你完成任务之后如期到位。你看怎么样？好吧，为了周先生的诚意，我们合作继续。但我希望这样的事情是最后一次。好，你放心，我已经吩咐下去了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和珊珊一样，都是周家小姐。今晚谁准许你出来？当然是你爸爸亲自请我出来。你不在你的下人房待着，来我房间干什么？之前你不是说不就是一个男人吗？怎么周小姐却还是留不住你，害得你爸爸不得不在我面前低三下四的请求我让我出手。谁知道你用了什么骚浪手段？你不过就是一个替身，一个工具，你有什么资格跟我？周珊珊，你以为你这个周家大小姐跟我又有什么不同？一个不能带来利益的养女，一个只会闯祸捅娄子的养女，你猜他们还会忍你多久？你放开我！你疯了吗？放开！干什么你？我自己向自己高人一等，你连自己的命都握不住。小文，你干什么？你难道还想杀我不成？不要！不要！周珊珊，你早就该死！你贪慕虚荣，为了成为周家养女，你不惜一把火烧掉了我最爱的院长妈妈。从那一日起，我活下来的意义就是向你复仇。你敢！痛苦吗？害怕吗？这样才好。我来到周家，就是为了折磨你，知道吗？
只有看着你痛苦，我才会得到救赎。不要！你这个疯子！我早就服你，在孤儿院被你烧毁的那一日，在院长妈妈死去的那一日，你从前认识的小婉儿就已经死了。现在你眼前的这个江婉，不过是从地狱里爬出来，向你讨债的恶鬼。别过来！怎么了？哎呀，怎么回事啊？来，告诉妈妈，怎么回事？快过来！妈，你还记得当初的那个孤儿院吗？当初你跟爸爸不是还选中了另外一个小女孩江婉？江婉她就是那个小女孩。是她记恨你们没有选择她，所以整容成了我的样子，就是为了报复周家。什么？珊珊，你确定吗？这可不是小事。爸妈，你们看，这都是他家的，他想杀了我，他想毁了周家。贱人，怎么敢这样对我女儿？我倒是问问他怎么敢！你冷静点，我们还需要他。我冷静不了，他这样对我女儿，我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。江婉，这个心思歹毒的贱种，居然敢害我珊珊！黑心烂肺的东西，就因为当年我们没有选择你，选择了珊珊，你就记恨我们，你就想害我珊珊，是不是？我并没有记恨周家，那只不过是周珊珊的一面之词而已。想要什么？江婉，你到底想从我们周家得到什么？爸，他想毁了我们。江婉，我是一个生意人，如果你有所求，我们可以坐下来好好谈一谈。但如果你只是想要报复，我们周家也绝对不是什么任人欺凌的软柿子。周先生，我只是想要一个公道，一个应有的道歉。道歉？只是一个道歉？对，只是一个道歉。15年前，周珊珊一把火烧了孤儿院，也烧死了我最爱的院长妈妈。我不是故意的，妈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是故意的。那只是场意外，珊珊当年也只是个孩子。是不是意外？她自己心里清楚。我只知道，因为她最爱我的院长妈妈死在了那场大火里。当然，我也可以原谅她，只要她在孤儿院院长妈妈的坟前跪下磕头道歉，过去的种种，我可以既往不咎。你休想！凭什么？看来周小姐是并不打算与我和解，那不如我们就终止协议。不过段先生好像并不喜欢周小姐，就是不知道我走了之后，周家是否能承担失去段家联姻的后果。你的条件，我答应你。爸，我才不要跪那个死人！够了！我们周家可以没有你这个女儿，但绝对不能失去和段家的联姻。最好给我记住这一点。爸，我才是
你也不过只是一个养女，不要仗着你妈宠着你，就可以胆大妄为。走。感谢大家参加小女的回国宴，那同时也是小女与盛世集团段总的订婚宴。说了嘛，就这次真这次回国，就是为了和盛世集团段总订婚的。能推上首富段子，正式翻身不简单啊！欢迎回来，我的公主。佳妍，他不是周珊珊。佳妍，他是假的，我才是真的周珊珊。佳妍，佳妍，你被骗了，她就是一个冒用我身份从孤儿院来的下贱女人。你说什么？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一个解释？佳妍，我之前因为意外受伤住院，不能走路，爸妈为了不引起骚乱，所以才让娇婉这个女人做我的替身。没有想到，居然是引狼入室。这女人居心叵测，想要顶替我的身份，谋害我。他说的都是真的。是。超，这闹成这样，现在怎么办？周伯父，周伯母，今天这个事情，我希望你们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，到底谁才是你们的女儿周珊珊？爸妈，你们会告诉佳妍，我才是真的周珊珊。我们的女儿是。段公子，我们的女儿是她才是我们的珊珊。爸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我才是珊珊呀！妈，你快说句话呀！我才是真的周珊珊，我是你女儿啊，妈！你快告诉他们。她才是。美音，我们的女儿教养出众，学识过人，怎么可能是一个疯疯癫癫的下等人？别让这种不入流的东西玷污了我们周家的名声啊！妈，她才是我的女儿周珊珊。保安呢？来人，给我把这个胡言乱语的疯女人送到地下室清醒区去。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才是真的周珊珊！放开我！你干什么？放心吧，我不会让你有事的。佳妍，谢谢你。
各位，今天确实让大家见笑了，但是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，我的订婚宴会进行到底，她就是我段家眼认定的未婚妻，无论如何都不会改变。谢谢你的偏爱，段家人。只是，我该怎么告诉你？我们的相遇本身就是建立在一场婚之上的。珊珊，妈，你们怎么能这么对我呢？我可是你们的女儿啊！天来，周珊珊，你太让我失望。我周家好歹养育你10年，但凡我有何需，我何必去求一个外人？连一个男人都不抓，你还会做什么？世豪，你不能这么对珊珊，她毕竟是你养大的女儿。说明你当初的决定是错误。周珊珊，为了周家的未来，我们必须确保和段家的联姻。从现在开始，江晚将是我们周家新的千金。周珊珊，至于你，你好自为之吧。爸，你怎么能对我这么狠心呢？江晚他抢走了我的未婚夫，现在你按我的名字也要抢走吗？爸，来人，给我把他送去医院好好治疗，直到什么时候学会柔顺乖巧。放开我！珊珊，回来！珊珊，对不起，你原谅我。给我联系最好的医生，务必把他给我教会什么是规矩，确保他不会再给我添麻烦。是。这就是你说的秘密吗？或许我应该叫你婉婉。你什么时候发现的？在你第一次出现的时候。我还以为我掩饰的很好。周珊珊看上去的确像是个高级的，但是她又愚蠢又恶劣。我本来想找个时间拖延一下婚期，但没想到这个时候你出现了。我承认，一开始我对你只有好奇，但后来我即便做好心理准备，还是被你这一个又一个的小招数勾引。我实在没有办法控制住对你的喜欢。佳言，我配不上你的喜欢。我从一开始接近你的目的就不纯。身份是假的，相遇是假的，名字是假的，都无所谓。站在我面前的这个人是你就好，不管你是周珊珊还是江晚，我爱的是你这个人。佳言，谢谢你。其实周珊珊说的没有错，我确实是孤儿院出身。15年前，周家夫妻来到孤儿院，说是要领养一个小女孩。他们最先选中的人，其实是我。如果不想说的话，不必勉强自己的。你有权利知道真相。周珊珊为了荣华富贵，不惜一把火烧了孤儿院。那一夜，真的死了好多小孩，连最疼爱我的院长妈妈也死在了那场火里。那场火毁了我的家，杀死了我最爱的人。后来我辗转在各个孤儿院，才勉强的活了下来。好了，别说了，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，以后会好的。佳言，对不起，是我骗了你。虽然我们的相遇是带有目的的，但是你对我的好是真的，是吗？真的不介意我孤儿的出身，也不介意我顶着周珊珊的名义当你的未婚妻。我说过，
你是我选择的爱人，不管你是谁，是什么出身，我都喜欢。佳怡，谢谢。妈妈，我喜欢你，是因为你是你，无论未来如何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。段佳妍，我会用我的一生来证明你的选择没有错。定空宴的事情闹得这么大，我们必须得对外有个交代。伯父，你的意思是？我和你伯母原本有个亲生女儿，当年又是意外走失，我们夫妻十分悲痛。后来就领养了跟我女儿有几分相似的周珊珊。江姐，如果你愿意，我愿意对外宣布你就是我们走失的女儿，与家人的联姻才是拨乱反正。这，妈妈，放心，我会支持你所有的决定。好吗？是，江姐。江姐，只要你签下这份文件，以后你就是我们周家的女儿，我们周家也会全力支持你和家人的婚礼。那既是拨乱反正，那我希望我能跟周珊珊各归其位。伯父，您觉得呢？不行，我不同意。珊珊已经很可怜了，你们非要逼死她吗？我会让律师办理手续，解除和珊珊的收养关系。我不同意，你们不能这么对珊珊。要以大局为重。江姐，你看，周先生，请您放心，我会时刻记得自己是周家的千金，不管是婚前还是婚后，我都会好好的维护周家的声誉。很好，很好，我相信我们的合作会更愉快。我才是周家的女儿。周珊珊，从今往后，你就不再是我周家的女儿。签字吧，对谁都好。结束收养，我不签，我不签！爸爸，你怎么能为了一个官儿就这么放弃我？没有选择的权利。从今天开始，将和周家再无任何关系。我不要，我不签！你放开这样对我！就是我，我后悔了，也会让你付出代价。我要告诉妈妈，我要告诉妈妈，我其实是你的。来人，给我堵上他的嘴，送精神病院。今天下午就去。不！现在，立刻，马上！我就要告诉妈妈。尊敬的媒体朋友们，今天召集大家来，是为了宣布一个重要的家庭消息。多年以前，我和我先生的独生女儿因为意外走失，那是一段非常痛苦的回忆。为了度过这段艰难的时期，我们在孤儿院领养了养女周珊珊。她的相貌与我们走失的女儿极为相似，一度成了我们的心理支柱。然而，命运最终让我们找到了自己的亲生女儿江婉。通过 DNA 验证，我们确信她就是我们失散多年的女儿。非常感谢上天的恩赐，让我们的婉婉重新回到了我们身边。在此，我们做出了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，我们将拨乱反正，让一切回到正轨。我非常高兴能够找到我的亲生父母，让我有机会能够承欢膝下。周先生、周太太，请问你们是如何找到江婉小姐的？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，但是我们相信是命运的安排。
周先生，您找回了亲生女儿，您家养女之前与段家衍先生的订婚将怎么处理？作为周家的亲生女儿，我会继续我的使命，如期进行与段家衍先生的婚礼。我很期待能与段家衍先生一同开启人生的全新篇章。非常感谢上天的恩赐，让我和婉婉回到了你想打我？让你发了，让你发了，叫我先打我！哎，你再好好想一下，你还有什么闺蜜需要送请柬的吗？婉婉，怎么了？婉婉，没事，我只是觉得这一切来得太快了，下周就是我们的婚礼了，我还不确定自己有没有准备好。怎么，我的婉婉不想嫁给我了？怎么会？你那么优秀，我只是担心能不能胜任好段夫人这个角色，毕竟段家是名门望族，这是个孤儿。你呀，你不需要勉强自己非要成为什么合格的段夫人。你呀，是江婉，是最优秀的 Dr. O 博士，足以匹配任何人。能与你成婚，是我段家衍的荣幸。家衍，你真好。重启至此，还有这么多事要做，短短3天，真的做不完。你就是太焦虑了。婚姻不是一场表演，是我们爱情的见证。只要有你在，就是最完美的仪式。我知道。这婚纱还没有定呢。哎呀，倒了光了。就我这么一个玉树临风的大总裁摆在你面前，你居然嫌我倒光？不行，我不能放弃。难道我堂堂段公子还比不过一叠纸？或许你需要一点灵感，不如看看我，我让你放松放松。这是干什么？争宠，跟你手里这一点。我知道你婚前焦虑，但是相比结婚，生活中还有更多美好的事情。不信，你摸摸。原来，在我们婉婉心里，我还比不过这一叠纸。别指望时间能抚平痛的涟漪和倒影，新谎言造出印记。段嘉颖，你这是在玩我？海沉云我沉下去，听到谁声音？请不要靠近。你是蝴蝶仙子。一个胎记而已，你还闹我？夏夜，这件怎么样？婉婉，你真漂亮。每一件你都这样说。再这样下去，怕是选到明年也选不出主婚纱是哪一条了。只要是你穿的，每一件都好看。给你机会你不选，那我可要独裁了。只要新郎是我，其他的你喜欢就好。
段公子，我发现你啊，真是越来越会。贱人！段家野未婚妻的位置是我周珊珊的，是我的。珊珊，什么？妈妈，你没事吧？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快把衣服换上，巡逻的保安很快就会到这里，快！妈妈，我们真的能逃出去吗？放心，妈会带你出去的啊！快点。好朋友们，今天我们相聚于此，来共同的见证段嘉言先生和周江婉小姐的爱情。他们将要在这里宣布他们的终身的承诺。新郎段嘉言先生，你是否愿意和你眼前这位漂亮大方、端庄秀丽的周江婉小姐结为夫妻？无论疾病健康、贫穷富贵，你都愿意照顾她一生一世，共同创造美好的未来。你愿意这样做吗？我愿意。新娘周江婉小姐，你愿意这样做吗？我愿意。感谢各位亲朋好友来参加我们的婚礼。今日也请各位给我们夫妻做一个见证，我们会一直这样相亲相爱、相知相守，直到生命的尽头。天地可见，我段嘉言绝不是。嘉言，无论今后出现什么困难险阻，我都会一直陪在你身边，陪你一起面对。现在我宣布，段嘉言先生、周江婉小姐正式结为夫妻。我反对。江婉就是个骗子，她根本就不是周家的女儿，是个冒牌货。哎，这位不是周家之前那位养女吗？你说这周家做事也挺荒唐的，认为亲女儿就把养女给踹了，真是两鸡一张嘴是。看来今天咱们可以好戏看了，看好戏，看好戏，可以。周小姐，你手里的文件是什么？你所说的真相又是什么？各位，江婉根本就不是什么周家的真千金，她不过就是周家给我从孤儿院找来的替身，一个处心积虑想要借助周家上位的恶贼。周小姐，您这么说有证据吗？这可是非常严重的指控。当然有，我手上的就是我父亲跟江婉的合同、保密协议、解除收养协议、商业合同一一在列，这些就是铁证。我这位替身不知道使用了什么高明手段，攀上了段公子。周家不敢得罪段家，于是只能为虎作伥，硬贴上了江婉这个冒牌货。如果这份证据属实的话，那周家和段家的联姻岂不是建立在谎言之上？我可以作证，合同的内容全部属实。江婉不是我的女儿，周家和江婉只是合作关系。大家都看到了吧？没有哪一个母亲会认错自己的孩子。他说的没错，这个合同是真实的。江小姐，您这么说是什么意思？您承认了周珊珊小姐对您的指控？江婉，你以为承认就算完了吗？偷我的婚礼，顶替我的身份，今天我要一个一个给你算。算账，你想怎么算？很简单，现在脱下我的婚纱，然后当着金头的面跪下道歉，然后再滚回你的孤儿院去。够了！你也只不过是一个替代了我们周家女儿的养女，周家的事，
轮不到你来做主。也是啊，伯父就是个养女，老周愿意认谁，谁就是千金。哎呦，这小姑娘也是，不是自己的东西拿在手里久了，就以为是自己的了。我本来就是周家的小姐，你为了当这个周小姐，做了这么多的恶事，还不够多吗？周珊珊，9岁的你，为了成为周家养女，不惜放火烧了孤儿院，那场火灾死了许许多多的小孩，还有直到最后一刻都在拼死护着他们的院长妈妈。这些年来，你想到这些，难道就不觉得羞愧吗？张小姐，你所说的是真的吗？周珊珊真的与孤儿院火灾有关？不是的，这不是我做的，他这个在污蔑，非常不巧。那年你在孤儿院倒油桶的画面，正好被一名外国旅客拍了下来。相关视频我会在婚礼结束后发给各位媒体的。不是的，我不是故意的，爸爸。该为自己的行为跪下忏悔，是你。该为自己的行为跪下忏悔，是你。周珊珊，就算没有玩完，我也不会跟你在一起。不管你是不是周家的小姐，我都不会看上你。你自称自己是名媛，却干了些上不了台面的事情，实在让我恶心。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凭什么你都相信他信任他？小花，你给我去死！你没事吧？没事，谢谢你，小叶。这个胎气，我的囡囡。周小姐，你为什么要推江小姐下水？是预谋的，还是恼羞成怒？周小姐，请您对刚才的行为做出解释。周珊珊，滚出我的婚礼，否则别怪我叫人把你扔出去。怎么没有了？胎记呢？怎么没有了？啊！周嬷嬷，我知道你对婉婉有偏见，但是现在大庭广众之下，还是请你自重，不要毁了周家的规矩。不是，你让我看看，你让我看看。你是在找什么？胎记吗？怎么没有了？啊！我刚刚明明看见的，我明明看见的。周嬷嬷，您说的是他左肩后面的淡红色胎记吗？真的有，我就知道我看见的。江婉，我记得你是孤儿，对不对？你什么时候？你什么时候到的孤儿院？你现在几岁了？你还记得你父母吗？你还记得你父母吗？美艳，你冷静点。我冷静不了，他身上有囡囡的胎记，他就是我囡囡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就是我的囡囡，你就是我走失的女儿。这周家怎么回事？不过认亲闺女，现在又搞什么认亲大会？就是啊，这周夫人精神状态呀，堪忧。妈妈，你在说什么？她就是我的囡囡，我囡囡身上的胎记那么特别，我不会认错的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妈妈，你清醒一点，她是江婉，一个当我替身的冒牌货，怎么可能是你女儿呢？你是不是老糊涂了呀？啊！我还记得当年在孤儿院，
您跟周先生最先选中的人是我。当时您说，觉得看着我很亲切，说我跟你走失的女儿长得有几分相似。对不起，楠楠，是妈妈没认出你。当年妈妈没有坚持把你带走，是我的错，是我的错。不是你们的错，当年你们确实选定的人是我，只是在办理手续的过程中，周珊珊一把火烧了孤儿院，烧死了办理手续的院长妈妈，之后被领养的小女孩莫名其妙的就成了她。珊珊，你年纪轻轻，心思怎么这么歹毒啊？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，是爸爸让我这样的。你还在撒谎？没有，真的是爸爸让我这样做的。我其实是爸爸的女儿。爸爸不让我告诉你，他当时说，只要我自己拿到领养资格，就带我回家。什么意思啊？周世航，他刚刚说的什么意思啊？啊，让大家见笑了啊！接下来呢，我们周家还有家事要处理，是我们招待不周，请大家先离开一下。散了吧，散了。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啊。爷，当年的事，是我对不起。珊珊她说的都是真的。珊珊，如果你想离开这个地方，就必须得听爸爸的话。爸爸，那我该怎么做3天后，爸爸会带着新妈妈来孤儿院领养一个养女。你要装作不认识爸爸，还要被新妈妈选中，这样你就能跟爸爸回家了。可是爸爸，我该怎么做才能被新妈妈选中？争，不管你有任何手段，如果你想过上好日子，就得照我说的去做。爸爸，我会努力的，你一定要来接我。这才是我的乖宝，记住，这是我俩的秘密，一定不能让你新妈妈知道，好吗？我一定要被新妈妈选中，一定要！周世豪，你好狠的算计啊！我真是傻，跟你过了一辈子，我才知道我真爱如宝的养女，居然是你的私生女，而我唯一的亲生女儿，却孤苦伶仃流落街头，受尽苦头。爷爷，我人生就是个笑话。没想到，这些人居然是我的家人。美颜，对不起你，我是真的不知道江华，他就是楠楠。我只是想找个机会把珊珊接回家。对不起有什么用？对不起能挽回我楠楠在外面孤苦无依吗？对不起能挽回我们母女被迫分离的这么多时光吗？楠楠，您还是叫我江婉吧。楠楠，是妈不好，妈年轻气盛，当年就想着跟小三儿斗得翻天覆地的，才让他们有机可乘偷了你。妈妈这些年一直在找你。过去的事，就让它过去。妈妈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。你妈这些年一直都念着你，她现在身体也不太好，
我希望你能体谅他，你有空多回家，给我们一个弥补的机会。周先生，周夫人，今天实在是发生太多事情，就像戏剧一样，跌宕起伏。很遗憾，我无法给你们生辰。我现在的这个年纪，已经不是需要依靠在父母身边，而且我现在已经有家人了。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是啊，现场闹剧也闹够了，先回去休息吧。今天是你的婚礼，没想到会闹成这样。奶，妈妈，妈妈。珊珊，不要再叫我妈了。妈妈，你是不要我了吗？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你一定是在跟我置气，对不对？你想最疼我了的。珊珊，你生母让我们母女俩被迫分离，你让我现在怎么面对你？妈妈，你听我解释，我真的不知道那些事情，我真的不想这样的，妈妈。珊珊，你爸为了让你回来，设计了我亲生女儿。现在我的婉婉已经回来了，你走吧。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，就当我从来没养过你一场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？我知道，我听你跟姜文太多了，我愿意用余生来弥补。你的余生，周山豪，你的余生能挽回我和婉婉失去的那15年吗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我不走，我不走！我是周家的小姐，你们这些下贱人凭什么这么对我？请你不要再纠缠了，先生说了，从今以后这不再是你的家。爸爸只是一时恼怒，只是一时恼怒！我劝他，爸，爸爸，这卡里有100万，足够开始你新的生活。拿了钱就离开，不要再回来。才100万，你就用这点钱打发你的亲生女儿吗？已经不是了。从你一而再、再而三的不分场合、不顾周家爷们大闹开始，你就不再是我的女儿。你现在连婉婉的一根头发丝都比不上。爸爸，是我冲动不懂事，可我们到底是父女，你怎么能对我这么狠心啊？拿了钱，离开吧，别再出现我面前，否则别怪我不念父女之情。你们等着，这还不算完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抱歉，今天发生太多事，让我们的婚礼成了一场闹剧。你不用跟我说道歉，这件事情不是你的错，伯父伯母的事情也不是你能决定。可能是我这个人天生就少了些情缘吧。好了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你的家人，我们夫妇一体。家言，从一开始的时候你就知道我接近你目的不纯，但是你还是接纳了我，原谅了我的别有用心。是，我是知道你别有用心，但是我没有办法欺骗我自己，我无法拒绝你的体贴，你的才华，
我也尝试过保持清醒，但是我实在是无法抗拒你的吸引。我也是。其实一开始给周珊珊下套的时候，我也没想过会这样子。婉婉，我很高兴你终于成为了我的妻子。我也很高兴成为了你的妻子。全世界路过，带走了暖色，风吹着云走，围绕你身侧，微雨下笔记谎言，留给我早安，佳颖。可后来我努力走，我们现在也是持证上岗的关系了吧？那你应该叫我什么？也许是你我只能擦肩过，这喜欢无疾而终，睡到我就喜欢你这么叫我。将我夺走了我的一切，现在该是你偿还的时候。是我，计划可以开始。明白，刘小姐，一切都会按照这个吩咐去。走啊！来，你看，这是你小时候最喜欢吃的豌豆黄，还有桂花糕。哎，我好久没做了，也不知道做的好不好吃。来，你尝尝喜不喜欢？周夫人，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豌豆黄很好，只是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，不爱吃甜食的。对，那你喜欢吃什么？你跟我说，我去做，我去学。伯母，您是周夫人，做饭的事情交给阿姨就好了，不需要为我做这些的。婉婉，我知道之前我们之间有很多误会，我只是想弥补你。伯母，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，我不需要你弥补什么，我只希望我们都可以向前看。我知道，我都懂。我不求你现在能接纳我们，但至少能让我知道我能为你做点什么。伯母，佳颖还在家里等我，今天我就先回去了。每一件都好看，都很适合你。那就都试试。我们今天是晚宴，一大早开始试衣服，不至于吧？至于，当然至于。好了，今天呀就是家宴，穿什么都一样的。不一样的。有什么不一样啊？你又不是没见过我母亲，我母亲很好相处的，你不用紧张。今天可是我们结婚后第一次见伯母，这是因为要见你的家人，所以我才会患得患失，想要让伯母看到我最好的一面，明白了吧？怎么一见到你就笑，加速心跳，我的时间毛，粉色泡。好了好了，我上午还约了要做咨询的客户呢，马上就要出门了，等我回来好不好？好吧，那等你下班了，我继续陪你跳舞。早安。
周小姐，这么晚还跟哥几个出来，就不怕家里人担心啊？少废话，事情办好了，钱少不了你们。下去。周珊珊，果然是你。江晚，今天我做东，我们好好玩一场。你这又是何必呢？我们家是犯法的，你要是现在把我放了，我可以当做没发生过。闭嘴！还不赶紧把这个贱人给我拖下去！打！走了。哦，呦，这小娘们可真带劲，便宜老女。周小姐，要不我们几个先绑一把？我警告你，少打他主意。你们拿钱办事，少给我节外生枝。是，周小姐，我这就进去料理好，等你吩咐啊。快联系。您拨叫的暂时无法接通。佳野，我们还联系不上吗？他是不是工作上有什么事情，临时忘记跟人交代了呀？妈，我也不知道，他的手机一直联系不上。婉婉不是那种会忘记重要事情的人，会不会出什么事儿？喂，程助理吗？我是段家眼。江晚今天下午有跟你说过什么别的安排吗？为什么一直联系不上他？没有啊，段先生，江晚博士今天一整天就没有来过工作室。你确定他没有跟你说过任何会议或者紧急情况吗？没有，段先生，我们今天一直在联系博士，但是他的电话一直是关机状态。佳言，婉婉怎么了？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你快说呀！工作室的助理说，今天一整天也联系不上他。走，佳言，先别过来，听着婉婉可千万不能出事啊！对，家里的事情慢慢安排，找我有紧。这里是哪里？江晚，你不是一直很厉害？今天我就要让你尝尝跌落到谷底的滋味。带出来！老头儿，这个丫头就赏给你了，办事儿吧。上啊！要干什么？你别过来！今儿老刘真的遇到嫩草了，小娘们儿，让老刘来心痛一下你。周珊珊，你疯了吗？住手！别跑！哦，你这个小子，我报警的！你还想跑？跑哪儿去？往哪走啊？我怕你没这个机会。今天过后，你就是一个没人要的破鞋。这样做除了羞辱，对我有什么好处？跑啥呀？老实啊！少废话，老头儿，再不抓紧，我可就换人了。你别过来！我来根据监控显示，江小姐是在下班以后在停车场被人劫。查清楚，都是些什么人？都是些地痞流氓收钱办事的小混混。我们猜测的话，应该有人主使。喂，阿法公司吗？给我查一下周珊珊的今天所有行程，用上所有资源，不惜一切代价，快！喂，你女儿在我手里带上300万出去，来郊区的废墟熟人，记住，你两次亲自来，不要告诉任何人，否则死票。好，我立马准备钱，你千万别伤害他。你想，到底怎么说？反正我们准备300万赎金赎人。好，我去准备钱，你就在家里等着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把婉婉带回来。咱一起去，我1分钟都等不了，就算死我也不能和我死在一起。
停手！停下！王礼堂，玩的够了吧？滚！江晚，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要玩一个游戏吗？你要干什么？你爸爸妈妈不是很爱你，为了你，他们宁愿舍弃你。这一次，我们就让他们再选一次，3选2，看看这一次他们会不会为了你愿意去死。你这个疯子！是，我疯了，我早就疯了。从你偷走我的未婚夫，抢走我周家千金的位置，抢走了我最爱的爸爸妈妈开始，我就疯了。现在也该轮到你们被我这个疯子再试试。你确定是这儿吗？有人吗？我是江晚的父亲周世豪。按你们的要求，我们把赎金带来了，没有别人啊。谁呢？啊，在这儿，我女儿呢？来，走，走，你们干嘛？去吧。来人，走。段总，老夫人打来电话，说是周家父接到了绑匪的电话，让他们去废弃工厂赎人。果然是绑架。不过绑匪有需求也好，有需求证明妈妈现在是安全的。还有什么其他线索吗？段总，这是我们找到的监控画面，我们查到了劫走夫人的面包车车牌号。记住这个车牌，查清楚他今天所有的行动轨迹。是。段总，面包车最后出现在这里。就去废弃工厂。是，这就是妈妈被绑架的地方。飞车去废弃工厂。段总，我们不能安保齐全，你这以身犯险的话，不懂了，我不能浪费时间，耽误妈妈的救命时机。是。珊珊，爸爸妈妈，好久不见。珊珊，你要的钱妈妈已经拿来了，你要是觉得不够的话，妈妈再给你啊。美颜，珊珊，你年轻气盛，你不懂得爸爸妈妈的考量。那段家家大业大的，你得罪了段家眼的话，不只是你，连咱们都得遭殃啊！这么说，还是我不懂事了。美英作对，周珊珊已经疯了，现在最重要的是说服周珊珊放人，而不是激怒。就是，爸爸妈妈心里啊一直计划着你，只是最近事情闹得大了，等风口过去，你依然是爸爸妈妈最爱的孩子。爸爸妈妈，你们心里真的还有我这个女儿吗？当然了，哪有妈妈不疼爱自己孩子的呀？那好，妈妈，杀了江晚，杀了他，反正我们长得一模一样，杀了他，我就是江晚，我就是段家野的妻子，你们唯一的女儿。哎呀，妈妈不是说爱我吗？为什么不愿意帮我？还是说就在骗我？为的就是为了让我放你们的宝贝女儿江晚？不是的，不是的，珊珊，你听妈妈说。珊珊，我知道你心里边有怨气，你要什么妈妈都给你，都是爸爸妈妈的错，你千万不能因为大人之间的恩怨毁了自己的人生啊！妈妈还真是菩萨心肠，可是心里偏爱的你是我了，不要再跟我演戏了。
你们不是想救他吗？好啊，我给你们这个机会。好，珊珊，你要什么妈妈都给你，妈妈会尽一切弥补你的，只要你放过江晚。弥补？你拿什么当弥补？我的命吗？我的命？我要你们一命换一命。什么意思啊？很简单，只要你们夫妻俩愿意以命换命，我现在就给你。现在选吧，是你们自己死，还是看着你们的女儿死？怎么，爸爸害怕了？珊珊，你冷静点，别意气用事啊！或许我们还有其他办法呢。不要！别搞错了，我没有在跟你们讨价还价。现在选吧。江晚，别说我没给你这个机会。看看我，问问你的好爸爸、好妈妈，愿不愿用他们的命换你？朱熹，周珊珊，你是想要告诉我他们不爱你，所以也不会爱我，是吗？可惜你错了，我跟你不一样，我早在孤儿院的时候就对父母放弃。婉婉，以前是妈妈不对，妈妈做了很多错事，这是我唯一能为你做的。他骗你的，他不会放过我。拿合同了。既然你已经做出了选择，那就帮我写份遗嘱，把你的所有财产都留给你。珊珊，用什么都可以，你先放了江晚。我再跟你说一次，你没有资格跟我谈条件。不行，你别伤害他，我欠。以命换命，请啊！妈妈现在唯一的心愿，就是你跟江野幸福快乐的过下去。妈妈，谢谢你。我已经看腻了你们这副母女情深的模样，我后悔，还是一起去死，把他们一家三口给我绑起来，拿着钱滚！好嘞，干活。珊珊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珊珊，你别冲动啊！江晚说的没错，我没打算放过你，也没打算活，就算是死，我也要救你。珊珊，你别冲动！一起下地狱！住手！不，没事吧？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下一次。豪门隐秘，周家真假千金风波终将平定。真千金嫁入豪门，继承100亿家资，成为人生真赢家。假千金因不法行为锒铛入狱，踏上改造之旅。院长妈妈，我做到了，我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，也为您讨回了公道。现在我可以安心的奔向我的新生了，你也会祝福我的，对吗？
婉婉，该下班了，妈都已经准备好了。善，对了，今天周家爸妈也会去，你看，我知道处理好他们的关系对你来说不容易，我可以帮你。有你在，我一切都好。这些年我一直在寻找自己的位置，现在我终于找到了。怎么样？好吃。妈，家远说你做的豌豆黄好吃，那多吃点啊。家妍啊，能娶到我们婉婉这么好的女孩子，是她的福气。我现在心愿啊，就是希望姑娘活得好。那可不是嘛，只要孩子们好啊，我就没什么遗憾了。